第285章淘宝。在几条街道交叉的地方，一座极为庞大并且终年被淡淡丹香烟雾缭绕的建筑物矗立其上，高耸的大门之上，炼药师公会5个龙飞凤舞的古朴大字闪烁着淡银光芒，让得来往的路人忍不住将敬畏的目光投了过去。作为加玛帝国的炼药师总部，即使是帝国皇室的帝王来到此处也是要千里一分，毕竟这座建筑物之中的居住者们，他们所能造成的能量足以让得整个帝国为之震动，他们是斗气大陆上地位最尊贵的职业。在那巨大的炼药师公会大门外，一位位平日颇难见到的炼药师皆是脚步匆匆地来往于此，身体之上颜色各不相同的炼药师袍服骄傲地宣示着他们的等级。站在大门之外，萧炎抬头望着那极具磅礴气势的炼药师总部，忍不住赞叹着摇了摇头，这种气势无愧于加玛帝国炼药师龙头的位置啊！你打算参加那炼药师大会？站在萧炎身旁，海波东抬头望着那比往日要显得更为拥挤与热闹的炼药师公会，偏头问道：看看吧，若是有能够打动我的奖励，或许我会参加，若是没有的话。说到这里，萧炎摊了摊手，显然若是没有，他自然是不想去走这遭麻烦事。随你吧，这种大会对你们炼药师来说却是不可缺少的盛会，很多其他国家的炼药师也是赶了过来。海波东点了点头，旋即拍了拍萧炎的肩膀，道：既然这样，你便自己进去吧，我想去办点事，会下救人。是去米特尔家族吧？萧炎瞥了一眼海波东，笑道。海波东笑了笑，没有正面回答，对着萧炎挥了挥手，然后转身对着左边的街道慢吞吞地行去。望着那缓缓汇入人流的苍老背影，萧炎低声喃喃道：看来他和米特尔家族渊源不浅啊。略微思虑了一会，萧炎微微摇了摇头，将这些问题抛出脑内。不管海波东是否与米特尔家族有救，这与他都没多大的关系。再度望了一眼头顶上方那泛着许些古朴气息的匾额，抬腿对着炼药师公会挤了进去。现在的萧炎脸庞上依然是有着冰蚕面皮的覆盖，身着一套2品炼药师职业长袍，平凡的模样极不惹人注意。踏进炼药师大门，一股浓郁的丹香味道扑面而来，让得人忍不住地轻吸了一口气，心旷神怡地举目四望。炼药师公会之内的面积极为广阔，大致分为东南西3个区域。在东面的大厅，整齐地搭建着不少用青钢岩制作而成的方台子，在那些台子后面坐着一些身着长袍的炼药师，而台子之上则是摆放着不少各种各样的药材以及玉瓶、卷轴等等之物。看这模样，那里似乎是属于交易淘宝的区域。南面大厅则是有着不少鼎炉正在熊熊燃烧，一些炼药师在鼎炉之后面色严肃地控制着火候，在他们的周围围满着低级的炼药师，互相指指点点间，低声交流着炼丹的经验。西面大厅与其他2厅比起来，无疑是要安静许多，在过道处甚至还有着护卫的站立，似乎只有某些达到一种级别的炼药师才有资格进入其中。一些低级炼药师偶尔路过那里，都会将敬畏与羡慕的目光投进去。站在门口处，萧炎望着那热闹到了极点的大厅，忍不住的有些愣神，半晌后方才逐渐回过神来，苦笑着摇了摇头，缓缓地踱步走进大厅。萧炎目光在四处望了望，略微迟疑了一下，便是抬脚对着那交易淘宝的区域行去。有了当初在乌坦城无意间逃到西掌斗技之后，他便是对这种在茫茫废堆中淘取宝藏的事情颇感兴趣。行进东部区域，萧炎缓步行走在各处的方台之间，目光泛着好奇地打量着这些很多即使是他都从未见过的稀奇药材以及其他物品。虽然这里名为交易淘宝区，不过此处的售卖人可并未像在那些方式中的商贩一般高声吆喝，一个个悠闲地坐在软椅之上，偶尔目光瞟向那些站在台子之外的人。若是觉得对方或许有点底子，一些贩卖的炼药师才会站起身来与之交谈，不过更多的他们还是懒懒地缩在椅上，很少理会那些观看者。这种悠闲懒散的模样可极不像是什么贩卖东西的商人，当然他们也的确不是，他们需要的并不是商人所垂涎的金币财物，而是以物易物，想要从他们手中得到需要的药材或者丹药。
那么你便必须拿出让得他们看得上眼的奇珍异宝。一路缓缓地走来，各种各样的稀奇药材与丹药，让得萧炎大饱眼福。在那些药材中，他甚至看见了好几样炼制负灵子丹的材料。好奇心驱使下，他上前去问了问，哪想到那贩卖的老人仅仅是斜瞟了他一眼，淡淡的吐出一个4品丹药。于是萧炎只得无奈败退。虽说那些药材的确很稀奇，不过想要萧炎拿出4品丹药去交换，明显是不可能的事情。反正这些药材的事情他也不必太过操心，等回去后告诉海波东，让得他自己去想办法吧。慢吞吞地行走在淘宝区域间，萧炎左右瞧瞧，倒还是收获不浅。而在淘宝区最火爆的一处，无疑是一位脸色有些苍白的老者拿出来的一种粉红色的火种。火种被一个颇大的透明玉瓶盛装着，微微翻腾着，透着许些桃色气息。这种火种名为桃花火，仅仅是生存于一种颇为稀少的5阶木系魔兽葵木兽的体内，与那紫金翼狮王的紫火比起来，等级或许差不多，不过却是要温顺许多，驯服起来也是要容易一些。当然，在火焰的温度以及破坏力之上，也要逊色紫火一筹。然而即使是这样，这桃花火的火种也让那淘宝区域的一些炼药师眼红不已。一些有点底子的人都是接二连三地上前询问着，不过那位老人似乎要价很高，所以至今未能有人顺利将那瓶桃花火火种拿到手。站在人群之外，萧炎摸着下巴，望着那石台上的桃花火种，皱着眉头略微沉吟了一下，还是选择了放弃这东西。现在的这种火焰，对于拥有异火以及紫火的萧炎来说，已经没有了什么太大的作用，所以他也犯不着花费不菲的代价将它弄到手。这般沉吟着，萧炎也是打消了换取的念头，站在外面全当是看看热闹。在陆续有人失败交易之后，很多人也是很有自知自明的选择了放弃，不过却并未立即离开，他们依然是站在原地，眼巴巴地望着那朵妖娆绽放的粉红色火焰。瞧的这些人那滑稽的表情，萧炎有些哑然失笑，笑着摇了摇头，刚欲转身离开，一道银色倩影却是忽然从人群中挤了出来，在众目睽睽下快速来到石台边，美眸放光地盯着那朵粉红色火焰。是她。望着那身穿银色裙袍的女人，萧炎愣了愣，低声道：她也是来参加炼药师大会的。那从人群中挤出来银袍女人，赫然是当初萧炎在黑岩城所见到的那位名叫雪妹的女子，也正是黑岩城炼药师分会会长佛克兰的亲传底子。这平日略微有些冷冰冰的女人，似乎很是喜欢那朵粉红色的火焰，玉手捧着那透明的玉瓶，爱不释手的模样，让得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这傻女人现在就露出这副模样，难道不是明摆着让别人开口大宰吗？果然，瞧得雪妹那副模样，那位老人脸庞上扯出许些笑意，声音兀自平淡的道：小姐，你是想要换取这朵桃花火火种吗？你想要什么东西？雪妹点了点头，随口问道：一卷灵魂痕迹清晰的4品丹药药方。老者笑眯眯的道：嘿。听得老人这话，萧炎忍不住的摇了摇头，在心中暗骂道：光是4品丹药药方便是比这桃花火还要珍惜之物，更别说他还要求灵魂痕迹必须清晰的药方。要知道，每一种丹药药方都是使用灵魂力量来书写，每阅读一次，其中的灵魂痕迹便会变得模糊，而基本一卷药方只要被阅读了5次以上，便是会逐渐的变得模糊。这时候再阅读，就得凭借自己的能力来揣摩一些模糊的地方，这样无疑会浪费很多时间与精力。而制作药方卷轴，那则是必须需要4品炼药师的实力，并且失败率还极高，所以丹药药方并非是想象中拿着纸笔便能随意记载而下，其中的一些关于火候的温度、材料的提炼浓度、各种材料间互相融合的反应等等，这些几乎是犹如化学公式一般，极为复杂，列在纸片上，足以让得任何人头晕眼花。因此，这些药方都是使用灵魂力量来书写，只要谁得到药方，只需要使用灵魂力量扫描一次，便是能够将这药方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深刻地印在脑海之中，犹如烙印一般。听得老人的要求，雪妹脸颊明显是变了变，显然对方的要求让得她有些为难。不过她似乎对于讲价这种事情并不擅长，加上对那粉红火种太过喜爱，
所以在沉吟了一会之后，竟然是在萧炎愕然的目光中点了点头。这傻瓜女人，4品药方都舍得拿出来。哎，那佛克兰这次恐怕要心疼死了，苦笑着摇了摇头。萧炎对这女人出手的阔绰程度实在是有些咂舌。见到雪妹如此容易便是点头，老人也是一愣，旋即半信半疑的道：你答应了？雪妹没有过多废话，顺手从那戒中掏出一卷卷轴丢向老人，然后捧着那透明的玉瓶，俨然已经将这东西当成了是他的东西。手忙脚乱地接过卷轴，老人快速地查看了一下，然后使用灵魂力量飞快地初步探测了一下，苍老的脸庞上顿时涌现喜意。瞧得两人的表情，萧炎叹息着摇了摇头，斜瞥了一眼那抱着桃花火种爱不释手的雪妹，撇了撇嘴，并没有什么过去和她打招呼的意思，转身对着淘宝区域之外行去。在即将离开淘宝区域之时，萧炎脚步忽然在临近门旁的角落停了下来，偏头望着角落旁边的一处有些破烂的石台，微微皱了皱眉，迟疑了一下，缓步走上。在石台之后是一个面容颇为猥琐的干瘦男子，由于桌面上摆放的药材并不算太过稀有，因此很少有人过来查看，所以他脸庞上略微有些苦意。而瞧得那缓缓走过来的萧炎，先是一愣，待眼睛瞟过其胸口上的2品炼药师徽章后，眼睛方才亮了许多，连忙站起身来，谄媚地望着萧炎：大师，您需要点什么？瞧得萧炎停在石台前，男子急忙问道。瞥了一眼面前的男子，萧炎微笑道：你还是一名炼药师学徒吧？被一眼瞧出了底细，男子尴尬地点了点头，有些羡慕地望着萧炎那年轻的脸庞，苦笑道：是的，我的炼药天赋并不好，修炼了这么多年，依然还停留在炼药师学徒的地步。随意地笑了笑，望着这年龄似乎步入了中年的男子，萧炎心中略微有些感触，有着药老的护持，他在炼药师的道路上走得极为顺畅，几乎并没有遇到过太大的挫折，因为有了前人的经验，所以他少走了许多弯路。而如今瞧得面前这人，萧炎方才清楚，原来炼药师的进阶也并非是他想象中的那般容易啊。清楚地感应到男子那羡慕的目光，萧炎心中略微有些庆幸地叹了一口气，低头目光在石台上扫过，那些装在玉瓶中看上去甚至有些枯萎的药材，自然是不可能入得了萧炎的法眼，所以都是被他自动地省略了过去，手掌缓缓地在石台上一样样物品之上移动着，最后在干瘦男子那略微有些失望的目光中，停在了角落处一块不太起眼的黑色残破玉片之上。